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。今天是2025年11月21号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从现在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了，到12点30分钟。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，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正常。田朋友你好，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。声音和图像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那么，在等待大家确认的时候，没有问题，好的。那么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这个直播。他问田朋友问这个大盘调整周线还不够一笔，周线上现在只有4根 K 线。周线上现在只有4根 K 线，肯定不够一笔。那么看一下这个，最近的这几天这个，暴跌啊，大盘指数出现了一些变化，我们看一下，简单看一下。首先，月线上顶分型出现，月线上出现顶分型，那我们要关注这个顶分型是否继续向下延续，因为本月。还有1周多一点时间，但是呢，下周是个短周期，是个短的交易日，因为下周有这个感恩节，下周4的话是美股是休市的，然后周5的话是半天，所以说，但是还有1周左右的时间，这个月线才能收线。现在顶分型现在已经是出现了，对吧？那么等到12月份的时候，我们要关注这个顶分型是不是大幅向下延续。还是说要出现一个包含关系？那么这是月线上，那么再看周线上，他问的这个，首先周线上现在只有4根 K 线，对吧？只有4根 K 线是，还差1根才能够说是否构成这个回撤一笔，但是很有可能了，现在是，所以说，我们之前说过周线上这个结构3491 A 中枢 B 中枢2个中枢高低点没有接触，一个趋势上。那么现在就针对最后这个中枢的回落，对吧？你是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，还是说给我一笔回落，但是回不来，然后形成一个300，我再打一个高点，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盘整背驰，再结束整个的从3491的这波上涨也可以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就看这个回落，但现在这个回落还不够一笔，那么这是我们关注的。那么在回落成一笔之前，我可不可以直接往上再次突破6920呢？也可以啊，对吧？没有说我这个4根 K 线以后，我必须要向下跌破1根，我也可以是包含关系，我可以一直在这里包含，然后往上走也可以。所以说，虽然说现在向下一笔的概率非常大，但是并没有100%的那种对应性，所以我们2个方向都要看。那么2个方向都要看，就是从这个4835了，把这个切掉一个4835这个起涨点。那么4835这个起涨点的话，这里有一个 A 中枢，这是技术段，这是 B 中枢，我们之前是测量过，是不到等比例。那么现在这个回落已经够一笔了，现在我们就关注一下，我们可以先测一下从这个起涨点吧，从这个中枢的起涨点的这笔回落，刚好是踩到了 0.382， 看到没有？这个回落刚好是这个 B 中枢的回落的 0.382。今天踩的是这个，而且现在是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，踩的很技术。首先说踩的很技术，回调的其实非常非常浅，但是指数回调，跟那个个股回调就不一样了。那么这个回调点位到了这么一个关键的位置，能不能够撑得住呢？起码还有一个底分型吧。前面是尝试过出现底分型，但是被打掉了。尤其昨天这个英伟达这个财报。这个之后周4这个高开低走，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叫什么？给牛给这个做多的人弄了一个非常大的套。但是我们看一下这段的结构，非常有意思。其实这个位置比较好找的，如果说你一直盯着它的话，因为这是1小时，看现在是1小时，这是6920下来，这是进入段，然后在这里荡，然后呢，这是在这个英伟达出财报之前。对吧？如果说你要是赌它财报的话，或者说你要买多的话，你是会盯它，它第2天，也就是周4，刚好弹回到中枢里面来，
你如果说一直在盯盘的话，它刚好弹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可能第一根 K 线你是没有那个机会，或者说还不够明确的时候是不敢卖的。但是等到第二根 K 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看第二根 K 线的高点怎么能够卖在，首先回到中枢里面，你就可以解，就是我们的操作策略就是这个中枢下方，你如果说买做多的话，回到中枢里面其实就可以做减仓动作。但是呢，当下在6769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出的，因为它是收的一根阳线，对吧？你还要再等一根，等到第二根 K 线出现6770的时候，出了一个高点，突破了前面这个位置，然后出现一个快速回落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跑了。那么这个位置当下在小周期的时候有没有信号让你出局呢？我们看一下，现在做一个复盘，或者说类似一个马后炮，你在之后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做出卖出动作？现在看的是5分钟哦，现在看的是5分钟，到了这个位置还是没有卖出，等到6770的时候，它是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，但是这个背驰是1分钟的，在5分钟上都没有，我们需要看一下1分钟这个位置，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有，如果说你一直在盯盘的话，是不是有要你出局的这个减仓动作？那么它在这个位置，现在看的周期是1分钟，现在这里是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，但是呢，你在当下的时候，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相对比较大的话，1分钟是不足以让你全部或者大幅减仓的。但是有几个因素你会可能稍微的要想一想。首先，一是1小时上我是回到了这个中枢里面来，这个位置回到中枢里面来了，然后又有什么这些均线在这里挡着。二呢是1分钟上是出现了盘整背驰了，我们再回到1分钟上，1分钟上这个位置是出现了盘整背驰，因为出现高点了嘛。如果说你如果说做短线的话，跌破了，首先出现盘整背驰之后，你可能会稍微减一减，但如果说它跌破了这个前面这个低点之后，又快速往下走的时候，那么再次反弹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大幅的减仓了。那么这个的空间我们看一下多少，0.74%，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如果说你不减的话，那么再次反弹的时候你也要走，因为它已经相当于一个对上面这个类中枢的一个确认。所以说但是你说为什么不在跌破这个位置走呢？因为它跌破这个位置，它完全可以再抬回来的，对吧？它会有一个，因为这个周期是非常小的。之所以我们做这个复盘的目的，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，就这么大一个反弹的情况下，你能不能够跑得掉？因为如果说你一旦能走的，比如说你走在了6740的话，6740其实就是这个位置，或者说跌破了这个上一个 K 线的这个低点的时候，如果说你走掉的话，那么后面的这些大跌，我们看一下空间，3%，指数3%呢，这3%跟你没关系的其实。那么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涨也好，跌也好，或者说这个一会儿说这个泡沫那个泡沫，其实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够把握这个价格波动的这个风险，你有没有在高位减仓卖掉，然后在低位又找机会进场，这个的震荡风险其实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大的风险，其他的风险都不是什么风险。你如果说能够解决这个震荡风险的话，其实对你来说没有什么风险。市场的所谓震荡，市场所谓的这个波动，反而造成了给你更多的机会，对吧？我在这里买了，我马上又有机会买回来；我在这里卖了，我又马上有机会买回来，对不对？就是来回做的话，你是更多的机会，你不怕有风险，你也不怕有震荡，因为你所根据的是这个结构来做，重要的是结构，而不是什么所谓的风险。那么现在它这个回落也就回来了。那么在它的5分钟上，如果说你有盯的话，它这里5分钟是有一个中枢的。5分钟下来之后，这里是有一个5分钟中枢。那么现在这是进入段，这是离开段，是明显背驰，对吧？你如果说盯的话，这里小周期上1分钟又做了一个中枢，那么这个位置是可以进的呀。我们再看一下1分钟上。这里是不是做了一个下上下？虽然说这笔下是不够这个一笔的，但是这个2买是不是1分钟上的2买是不是有，对吧？你起码可以在这里买。然后这3现在又不背驰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1、2、3的3是不背驰的，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是继续往上生长。然后在这里有个5，现在看的是1分钟哦
5之后可以慢慢再回来做中枢，然后再上去再做第二个中枢，完全可以这样的生长上去。我之前给大家说过的一个就是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要盯着1分钟？因为一个结构出现结束，比如说这段下跌结束，我什么时候进？就1小时的这一笔回落结束之后，我什么时候进？这个什么时候进要盯着1分钟。什么时候进呢？我之前说过，1分钟上，比如说这里有中枢，一个非常强的拉上去，那么这种出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关注它，然后有任何的回落都要进，这是一种情况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1、2、3的时候，这个1、2、3，三不背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也要进，因为它完全是可以往上继续生长。我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这种强弱力度的变化，要的是这种强的变化，要的是这种强的变化，对吧？所以说一定在，为什么在1分钟上来看呢？因为1分钟是大部分人的这个交易软件的最低级别了。当然你也可以看什么秒级别的，但是已经不重要了，就是不需要了。对大部分人来讲，1分钟这个结构已经非常非常小了。所以说你只要观察，你要进场的时候就要观察1分钟。1分钟上只有它出现力度强的时候你才进，只有这个3，就这种情况3不背驰你才可能往里进。那么如果说这里有一个中枢，借用的是前面这些震荡的小中枢，然后回去了再下来，在这里震你也不进，因为它没有强的表现，就是说没有多头强的表现，只有说多空转换的时候，多表现的非常强的时候你才进场。这个时候你宁可追一点，比如说突破的这个位置，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它等比例在哪里，你也可以用等比例在这里，它突破了等比例的位置还是表现强的时候，你宁可再追在这里，对吧？因为它表达的强的这个转换是非常明显的。所以说我一直是说，有背驰并不代表你要进场，而是说在它可能结束的位置，尤其是最低级别出现多头表达强的时候，你要第一时间进去。这也是帮助大家来观察我什么时候。好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跌不动了，我是不是可以进了？就喜欢抄底，抄底没有问题，但问题是你要知道什么样的底能抄，什么样的底可能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反弹之后继续下，对吧？只有它表达足够强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去进这个底。但如果说你要做日内的话，虽然说我现在这个叫3表达很强，但是它可不可以直接再砸回来呢？当然可以了，因为它这个周期是非常小的。那么你如果说做的是非常短的周期的这个交易的话，那么一定要设止损，也就是说你前面这个一买进场的位置是你的这个止损位，或者下面留一点空间，对吧？因为这个级别非常小，它的级别非常小，可能一个非常这个重大的这个突发事件，可能就直接就砸下来。如果说你不设止损的话，那么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这就是结合这个标普，那么给大家多讲一点这个在实际，尤其是结合这个短周期，我如何进场，我如何判断，如何看什么的时候，这个其实需要更多的这个实践，对吧？你光听一次的话没有用，你听别人讲，哎呀，好简单呐，这个位置买，那个位置卖，好像很简单的样子，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这个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看图的。好的，简单的，今天说的稍微多一点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提问。先看一下英伟达。英伟达的话，这个是，因为它这个其实财报非常好，然后指引也非常好，但是这个涨跌的话，这个都没办法说是什么原因的，所以我们就看图嘛。那么基本面没有问题的时候，其实这种回档你是敢买的，尤其是它今天又踩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均线上，120天均线，我们看裸 K。今天踩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均线120天，之前的话是从这个特朗普这个贸易战之后上了120天之后就一直没有踩过，对吧？那么今天踩到了，那么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加一点的。如果说你在上面有减的话，那么现在在日线上其实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第9段，它的这个中枢的第9段，它这里完全升级之后可以继续往上走。但是什么时候选择往上走不知道，它也可以在这里继续震出18段、27段都可以，对吧？但是它什么时候选择不知道，只是说现在这个周期的级别是大了，对吧？那么先看一下它这段的内部回落的时候结构怎么样，够不够饱满呢？充分呢？对吧？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，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1小时，那么它在1小时上做了一个大中枢，这是它1小时的这个中枢。
这是一个3笔作为一个进入段，然后开始在这震，对吧？全在这个中枢内部。那么这个财报的第二天，也就是周四，看到没有？刚好是120小时均线，它刚好开在了120小时均线。如果说你在盯盘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首先在这个中枢上面，对吧？在这一个跳高出来之前，你就在盯盘了。那么有一个中枢，那我们中枢的这个策略就是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要减仓，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仓，对吧？这就是一个多空策略。那么上到中上方了，我首先不会去追它，然后呢又顶到了120均线这里，然后你一发现，哎，这个上不去啊，明显是力度弱的时候，你是不会去，首先你不会追，那么减不减的话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但是发现第二根 K 线又上不去的时候，你肯定要减仓了。如果说你在下面有买多做多赌它的财报的话，你肯定要减仓动作，而不是去追它。那么回来了，现在又回到这里面来了，而且还打了低点。那么这个进入段离开段，你比较明显短嘛，背驰嘛，对吧？那么能不能够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买呢？我们再看它的小周期上。30分钟上还是一笔，15分钟上还是一笔，5分钟上有变化了。5分钟上这里有个中枢，那么5分钟上这个中枢，现在虽然说这些都是1小时那个底分型，看上去反弹很强，但是还没回到5分钟这个中枢里面来。所以说你如果说在下面这里做的短周期的，那么现在看着那个有点弱了，你又可以出来了，因为针对这个中枢的话，还是一个5分钟的小3买，它完全可以踩一下，给一个2买之后再打一个高点。如果说这个不背驰的话，那可以再往上生长，就是这样的话可以构成1小时那笔反弹，就是1小时上这笔反弹的强度，它完全可以再弹到这个1小时的中枢的中轨这里，然后继续再下来再上去也可以，甚至是直接就再打低点也可以了。当然了，之后的转变那是之后的事儿，现在就看这一笔能不能够成型。那么5分钟上，你如果说要做短线的话，这个就是你的这个防守位。现在看它能不能给个2买之后再上去，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来测它的这个回落的位置，对吧？简单说一下这个，但是呢，基本面没有问题的时候，在技术上出现了这个点位的时候，你要赶进，这样的话才好做差价，这样的话你的成本才够低。那么秦朋友又问了一个 Meta， 但是我们往下先看一下其他人问的，然后再掉过头来问，再分析。Lily 朋友问了一个 ETH， 就是这个以太币。那么以太币最近跟这个比特币一样，是杀的是非常狠的。我们看一下以太币的这个结构，把这个图形上给它补一下。那么它的大结构，先看一下月线上，因为它的月线上这里有一个月的大中枢，这里有一个中枢，高低点有接触，一个扩张的。那么现在这个中枢针对这个，因为这个4955啊是历史最高点，现在这个回落在月线上还不够一笔，只有这个4根 K 线，对吧？那么但是已经跌得非常深了，已经跌破了0.618，或者说是卡在0.618这里。如果说下个月再跌破一个的话，那就是起码有5个月，对吧？5个月如果说回不来的话，还是3买。但是现在就看这个4个月的一个情况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。那么1383就是这个起涨点，然后周线上现在是回落了够一笔，我们也测一下啊，也是这个0.118，跟那个月线上是一样的，因为它的起涨点是看的是同一个位置，都是1383。那么月线上现在也是没有出现月的这个 周线上也没有出现周的底分型，对吧？还是在这个继续下杀，然后看一下日线，但是日线上是出现了一些变化的。日线上什么变化呢？就是这里有个中枢了，然后还出现了一个3脉，这个3脉我们之前是分析过，但是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只有一个日的这个顶分型，现在日线的这个3脉也出来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这3段线，现在刚好是在0.618，也就是这段下跌跟前面这段比的话，是它的0.618的位置，这个等比例的在1954，就是跌破2000了，对吧？那就更深了。所以现在的话有背驰的迹象，但问题是这个 MACD 这个尤其快慢线呢杀得太深了，太这个张口一直没有缩短，必须张口要粘合上，然后才有可能掉头，对吧？这就是你利用这个黄金分割这个 MACD。那么这个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，4小时这里的话，
有过一次反弹，不够比前面这个的话，这个反弹是可以当一次反弹用。这里的话，这里也是有一个，基本上就是一个五浪的一个反弹，五浪的一个下跌。但是呢，都是非常弱的这个。好，我们看这个4小时，4小时现在走了这么一个五浪，我们把其他的清掉，就是这样，1、2、3、4、5，所以这里是处在4小时的第五浪里面。那么4小时的第五浪，我们需要观察它的这段的内部有没有可能结束。1小时上的话，这里是一次反弹、2次反弹，做了一个中枢。那这里做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，然后呢，针对这个中枢，这次反弹是不够一笔，现在还不够一笔，就是说针对1小时这个中枢还没有出现它的三脉，或者说直接拉回去，甚至突破它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这个针对这个以太币的话，因为马上又要周末了啊，如果说它在周末的时候在这里再演变出来一个中枢，再打一个低点，以这种方式来构成4小时向下一笔也可能。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你有能力做这笔反弹的话，是可以做的，是可以参与的。这个1小时的这笔反弹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起跌点测一下它可能的回撤的这个位置。现在这3个位置，看它能到哪个位置，到不了，即使是说到了这些位置回不去的话，还是三脉，但是它有可能就在周末了。如果说在收盘之前出不来的话，如果说你交易的是这个 ETF 的话，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参与的，但是前提是你能不能够在收盘之前出得来。如果说出不来的话，它如果又下去了，那就又到周末了。所以说现在就是1小时上这个结构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多头的转换，因为这个1小时如果说这一笔不能结束的话，那说明4小时这一笔也不能结束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结构都是生长的，都是小周期出现变化的时候才可能带动大周期。那么大周期如果说还在这个下跌过程中，或者说还是非常的空头还是主导的情况下，那么小周期这种你想不想参与的话，就看你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交易的能力了。好的，但整体来讲，现在还是没有出现明显转折的这个状态。那么底分型也没有，日线底分型也没有，4小时上是出现了，现在出现底分型了。但是呢，1小时上这一笔你能不能够参与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好的，那么这是针对这个以太币。然后12位朋友问了比特币有没有止跌的迹象，应该跟这个比特币跟这个以太币差不多，但是呢，这个是比以太币要走的稍微差一点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，这个比特币的话也是2个中枢，但是呢也是高低点，有个毛刺儿，有接触。然后针对这个月线上大中枢的话，它只现在出现2个月的回调，但是呢，因为它现在虽然说只有2个月，已经快到0.618了，最差的基本上就是跌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。那么如果说你再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，那基本上就是6万了，看到没有？中轨在6万。那这个其实风险还是非常大的，所以说，如果说现在那个大周期上是偏空的状态，我们做多的话一定要小心。那么在这个周线上，现在也是跌得非常深。如果说要真的往下砸的话，那这是120月，120周啊，120周在7万5左右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下降的动能非常强，看这个 MACD。还有这个柱子的这个伸长度，都说明这个动能下降的动能太强了。所以说这还是大周期周线，我们最后再看日线。那么日线上今天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，在周一的时候我们是分析过的，就是这个84702。84702是什么呢？是从这个126296下来之后，进入段2次反弹，然后出现离开，这个离开的等比例在84702。那么今天刚好是跌破它之后出现一段反弹，但是呢，如果说这个84702收不回去的话，那就说明这个离开段不背驰啊。那就是说离开跟进入段比较没有背驰，没有进入背驰段，那就可以继续往下走，对吧？就可能到我们说的那个什么7万、6万去了。那这是非常可怕的，对这个比特币来讲，尤其那些做合约的人是很容易可能现在都被爆仓爆的都差不多了吧，现在都不敢去做多了可能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这一笔，如果说在周末能拉回来的话，
现在还看这个迹象，有希望往上弹一弹。那就是说这一笔的反弹，这一笔反弹如果说能够弹出来的话，就针对这个中枢你要去观察了。我们就把它这个反过来测一下，看它能不能弹到这些位置，9万了、9万4了，甚至到9万7，回不去的话，还是日线的3脉，还要再下来。所以这笔反弹也是一样的这个策略，你能不能够参与，就看你自己个人情况。那么它在4小时上的话，也是一个5浪，这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。当时我们上周一分析的时候，在这个位置，当时我说跌破这个4的这个4浪反弹之后，可能是要弹一下，可以进场这个尝试操作一下这个5。但是呢，它确实是跌破之后弹了一下，但是这个应该是在周末。那么而且还不够一笔的反弹，也是相对比较弱的。那么现在就是4小时的一笔在哪里？在这里呢，也是它的这个内部结构。我们看一下，只画一下第5笔，第5笔的1小时，跟刚才那个以太币很像，也是做了一个中枢，对吧？那么这里也是反弹不够一笔，现在看这一笔的反弹，强的话能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，这里有一个120均线，如果说能拉到这个位置的话，是不是要给个2买之后再起来一次，以这种方式来构成日线上的一笔反弹，还是说我先弹一笔回不去，然后再砸一个，然后出现一个盘整背驰，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更佳的位置，但是有可能是在周末。所以说，这笔要不要参与它，还是跟你的这个个人情况有关系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个还有3、4分钟时间，我们这个有一个朋友问这个 CPB， 这个是这个图形吧？具体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也是现在股价是31.88，也是个票不太大的，但是好像有明显的起来的迹象。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它这个日线上，这里是我们把它这个中枢给它画一下，起来之后在这里震出来一个中枢，那么这上去了又下来，然后再次上去，在这里纠结了一段时间，这个中枢应该现在把它做大了，应该有9笔了。我们看是不是每段的震荡都在这个区间里面，对吧？它现在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段了，然后升级了已经。那么这个前面这个29.39，只要不能够被跌破的话，有希望起来，而且做了一个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底部，一个箱体也好，或者一个怎样也好。如果说这段要有力度，是可以进场的，是可以进场尝试的。首先，对吧？如果说一旦起来什么一个消息刺激啊，或者财报啊什么其他的，那么立刻就能脱离这个中枢，对吧？所以说首先要有力度的起来，脱离这个中枢。那么今天是可以进场尝试的，又出现了底纹型。又是这个底部开始慢慢出现抬高的这个情形，是走好的一个迹象，所以说是可以进场尝试的。那前提就是这个29.39要不能够被跌破才可以。好的，这是只能简单说一下，因为基本面不太熟悉。因为这个图形的话，你看它上面都是从好高下来的，对吧？是从60多跌到这个位置。那么前提是日线上现在是出现好的迹象，你可以简单的跟一下。然后最后还有1分钟，苏珊朋友问，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看一下那个 CRCL， 问应该补仓吗？首先不能补仓，就是说我们之前好像简单的分析过这个，毕竟那个大家之前问过，为什么不能补仓呢？就是它这个这是不背驰的。我的建议是不补仓啊，就是说这个从159.49下跌，这是周线上的一笔，因为它在周线上一笔，日线上是3段，它已经跌破了等比例的这个位置。首先要是我的话是不补仓，我会等待这笔反弹，出现反弹了我就等
出现反弹，然后如果说它这个你也可以从反过来测它这个反弹的位置。如果说今天能够企稳的话，对吧？那么反弹的这些位置还是碰不到123.09的话，还要卖，因为它是一个123.4的反弹。我一般是不做4的反弹的，就等待它反弹结束之后减仓。如果说这里不补的话，起来了，那岂不是很可惜吗？但它完全是可以给非常非常弱的反弹，就是比如说它非常弱，给了一根反弹，但是呢，这个如果说连你的成本价都不够的话，然后直接又下去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但是5你是没有办法预测是非常深的下跌，还是只是一个背驰下跌，对吧？所以说如果说你这里进的话，补的话，那就补的那个仓位要带止损。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出现底分型了，你可以补一点的话，那么一定带止损的。它如果说跌破了它，你就得出来。那其他被套的那个仓位可以一直拿着。这样的好处就是防止它，比如说弹了一下之后5走得非常深。因为如果说你不减仓或者不止损的话，你会让你的仓位是越来越大，你越不想割，它越往下跌，那可能最后套的越来越深，就是你这个成本还有你的仓位啊，会越来越重，那对这个自己的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想受不了了，我这个套的太深了，想补一点也可以，但是就补那点仓位一定要带止损。但是之前套的是可以一直拿的，毕竟已经，如果说你在上面没有减的话，可能套的是比较深的。但是整体来讲，它的基本面的话，这个不好说，因为现在它虽然说炒作这个稳定币啊这那的，但是政策方面一直没出来好的消息，再加上比特币啊什么以太币都现在承压的厉害，所以说还是谨慎为妙，不要这个孤注一掷的要赌它反弹，这是这个个人的一点建议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只能分析这么多了。如果说还没有分析到的，我会放到周末的这个漫谈里面，因为有一些会员朋友们的提问，我可以在会员的这个看的这个周末漫谈里面分析。大家也可以在屏幕下方那个留言，这样的话，我也可以在周末分析更多你们关心。